网易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邓超元。因为他当时在剧里边的那个头发嘛，是那种短发，有点像一个小锅盖一样。然后我就经常就是说他的就很像小乌龟嘛，我就经常这样，就对，不会是那种一来就直接怎么样，就是一个什么不经意的吻啊，是这种不会，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对，70.5%。可能和刚开始的想法有一些偏颇吧，有些不一样，但我觉得我还是选了自己内心里面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对，然后也感谢你们就是支持我，然后天天弹幕，然后都给我一些很好的反馈，然后也会给我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让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方向，对，能够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能够更好的去完成之后的工作。就是一个特别热爱自己雕塑专业的，然后一个高冷，然后学霸级的这样一个，也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吧，这样。我看你那个跟宋艺人在片场经常打打闹闹的嘛，然后现在有哪些就是记忆深刻的一些趣事？我记得就是他其实是就是和我的身高差嘛，对，就是身高差就好像他看我永远是仰着的，然后我就是低头看他的，因为他当时在剧里边的那个头发嘛，是那种短发，有点像一个小锅盖一样，然后我就经常就是说他的就很像小乌龟嘛，我就经常这样，就对。他片场跟那个袁琴一样，都是那种软萌型的嘛。他其实他个人的话会比较，就是其实比袁浅的来说的话，肯定要懂事很多的那种，就是他会照顾到大家的感受嘛。对，就袁浅的话，相对于来说就是一个直女嘛，然后就是直来直去的那种。然后你觉得本剧中有哪些就是因为这个剧都是一些恋爱小年轻人要去又该走出一步啊什么这种，你觉得有哪些脱单小技巧值得你去借鉴？脱单的小技巧啊，首先其实肯定，如果你就是喜欢的话，你肯定得去主动，你要去就是鼓足了勇气去尝试，这样你才会有机会嘛。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勇敢的跨出第一步。至于能不能脱单的话，就各凭本事。那你就是怎么理解这个片名的“凭本事单身”？就真的单身，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他可能，比如说秦升和袁浅可能都并不想单身吧，在遇到对方的时候，但是呢，就自己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其实算是可能，不足的地方吧。就比如说秦升是就是说话他可能自己不觉得，但每次就会让别人觉得，是不是明明感觉刚开始的时候两人好像有一些好转，就因为某个事情，但因为他的一句话，就直接把那个念头给打消了，就可能他真的只是想帮我，不是喜欢我这样的感觉，障碍，我觉得，对对。就是他可能真的不是说，是为了甜宠而甜宠吧，我觉得就是会让人觉得，就那个甜的感觉是比较自然的，不会是那种一来就直接怎么样，就是一个什么，不经意的吻啊，是这种不会，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对。那你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就是说之前拍摄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些遗憾，或者说哪些还需要改进的？说你自己在观剧的。我觉得他的眼睛当中应该更透露出一些东西。我觉得我的遗憾就是，可能当时在这方面就是下的功夫还是，就是不太够，应该从眼睛当中能够看出更多的一些东西，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面部表情的人，对，应该只能通过眼神当中，然后来传递他对他的一些就是情感，不管是吃醋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其实我们就是每一次在走戏当中吧，就是特别是我和他之间的戏嘛，
因为就我刚才也说了，因为它这个剧本不会有特别多很大的填，就是剧情波动不会很大，不会涉及到什么样的反派之类的，就是学校里边的，就是一些就是可能大家也是对平常的一些事情小事情，然后所以只能通过这种细节来表达。然后导演就会给我们，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们在图书馆里，然后我和他一起在复习，我和他一起复习，然后他接到宋思怡的电话。如果是当时我记得我自己的处理就是，也许我就是不理他，然后就那种状态，但是按照那个导演的意思，就会觉得这样会少了一些东西，两个人之间就是想要，就是所谓的那种甜甜的感觉吧。然后他当时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他说你可以拿他的笔，就是故意的，但是又像是不经意的掉在地上，然后他再去捡，然后你再下去，再在桌子底下，然后去，就是就是我觉得年轻嘛，就是要疯狂打个引号，对。要敢为自己所爱的去追求，对，去拼一下。我自己会看，比如说我自己偶尔会看看，就是我觉得可以去模仿别人，就也许你自己还是真的不会，但可以去模仿，去看看别人怎么样，就是做的一些表情上的细节，然后眼神那种深情的感觉。然后一些情节上的处理，还有一些小的肢体的接触的那种设计，对，我觉得还是得多看看这些作品，就是好的作品，对自己有帮助。对，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一首歌，就是那种像一座冰山一样，但是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他也会，就像他对待喜欢的东西，就是一如既往的坚持，然后去用各种就是他自己的方式，可能别人不会那么容易很快理解到，但是他就是那种默默的去做一些事情的这种感觉。我看这个还是看你？我看着啊。这样的我，谁能明白我？让汗水散发光热，可以吗？我觉得其实应该我的优势啊，就好像就是很多粉丝说的，他说明明你看起来正正常常的，为什么就多长了一张嘴？就是现在就是比较年轻嘛，可能还没有很多角色上的定型，就是可塑性还是有的，也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大的提升的空间，对，也许有更多的可能性，对。因为我觉得我尝试的都是现代的，我其实还蛮喜欢那种古装剧的感觉，长发飘飘的，然后有一点仙风道骨那种感觉。我其实就是希望我能够给大家，就是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像我刚才说的，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希望把更多开心的东西带来。我看见大家就是发弹幕很开心的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到了一些，就是把那种好的正能量的和大家分享。那现在我觉得就是拍戏，然后唱歌，也许就好像我这部剧一样，可能能唱一首歌，就是给这个角色的，这样挺好的。然后也许也有时候，有些时候自己会想要就是发一首歌，然后把那段时间的感受或者什么东西分享给大家。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想的。有想过发歌，但我自己还真没想过专辑的，说不定也会有的。对，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对。就是首先是特别的感谢，就是因为我从最早的就是通过参加选秀类的节目出道的嘛，
然后之后又选择了就是做演员这样的一个行业，可能和刚开始的想法有一些偏颇吧，有些不一样，但我觉得我还是选了自己内心里面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对，然后也感谢你们就是支持我，然后天天弹幕，然后都给我一些很好的反馈，然后也会给我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让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方向，对，能够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能够更好的去完成之后的工作。最不能忍受情深的一点是什么？喜欢喷别人，喜欢怼人。你觉得情深在现实生活中是恋爱自由股吗？不是。网友说你是雕塑美颜分子，你有计划点评？我觉得还行。说出值得和邓超元做朋友的3个优点。幽默，可以带你运动，然后没事的时候喜欢盯着你看。在生活中是行动派还是犹豫派？行动派。是高冷派还是热情派？是高冷派。是完美主义者还是差不多者？是完美主义者。哪种程度70.5%。吃火锅是麻酱派还是香油派？喜欢夏天还是秋天？喜欢夏天。目前最想挑战的新发色是什么？新发色是想挑战的新发色，我想一下，粉红色。现在是什么颜色？现在的颜色，现在属于那种蓝紫色。可以画出颜色图，是突然的。然后跟一些好。发微信最爱用的表情包是什么？这个机智。觉得努力和运气哪个更重要？努力。为什么？因为有再好的运气，不努力的话，也配不上这个运气。用3个词总结你的2020年。3个词。丰富，可以更好，然后新年快乐。那马上又来一个，马上到年底了，新年愿望是什么？新年的愿望就是能够出一首新歌，然后让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听。卖萌或者耍酷，大家开始。先第一个耍酷吧，第二个卖萌的，第三个点赞的。秦深吃着元钱烤的串儿，说他长得真像个小乌龟。雕塑的校园里有室友，爱意石头可可爱，可爱的石头充满了爱意。亲你的毕业，预示着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个是以前上小学那会儿，老师会给你一个小印章，回去要高兴好久，可以很久很久。好了，好了，幸好你们帮我把这个涂上了，我只需要上色，我感觉这是我画的最好的一幅画。